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苦尽甘来的大转运时刻到了。好，那我们第一组啊，你们的验证牌是新的开始 ，New Beginnings。好。首先呢，这张牌啊，代表说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不在原本的那一条人生的时间线上了。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呢，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经历了一种很深的结束的感觉。有些朋友是感情上的一个分离，或是工作上的一个调动，有些朋友则是实体的一个搬家，或者是说对于某件事情你有一个很深的，你想要跟这个上一个阶段说告别的结束感，而且你心里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再不改变，你可能整个人会往一个自己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个讯号它其实是从海底轮传上来的讯号。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其实你们的海底轮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深深的崩解，有关于你的安全感，有关于你的安全感，有关于你的生存，或是金钱，或是一个身体的状况，过去已经经历过一次深刻的崩解。它可能是来自于金钱的压力、感情的消耗，或是一些家庭的责任，或是身体状况的一种无力感。好，那现在大家看一下这张牌的画面。这张牌它并不是一个正中午很热的这种大白天，它是在黑暗跟黎明交界的那一刻。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其实你们真的是经历过黑暗，经历过怀疑，经历过
那种灵魂暗夜，对自己的一个否定跟绝望的感觉，才走到现在的这个黎明的时刻。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哦，你们的海底轮正在重建安全感，你的身体正在重新的学习，你不需要再一直很用力的去撑住。如果说你最近觉得你自己很想要远离人群，你很想要睡觉，或是很想要休息，很想要安静放松，这个代表说你的系统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把旧的生存模式关掉。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已经把人生最苦的那一部分走完了，你们现在不需要再用以前的那一种方式去活下去。这张牌啊，作为整组牌的开端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强的提示的意义。也就是说，虽然此时此刻在这个现在听牌的当下，你的这个旧的自我可能没有完完全全的退去，就是有一些框架可能还在，因为它是黑暗跟黎明的交界。但是大家绝对不要害怕，因为新的能量太阳它已经来临，新的能量已经出现，太阳已经可以看见，已经破晓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请你们不要再害怕，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它是非常神圣的。我可以感觉到这张牌山谷之间隐约流动的溪水，它代表着你们的生命的灵感正在悄悄的复苏。这一组的朋友，现在的你就像是一张白纸，这张牌的出现并不是要你现在立刻的往前奔跑，而是希望大家看见，要大家看见什么？看见地平线上的那道光，请大家感受一下那股即将要喷薄而出的这个太阳的生命力。所以在新的开始，你的新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念。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你不用做很多的事情，急着去填满你的人生、你的生活，而是请大家保持一种像清晨般的一种觉知跟觉察。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在山上，你正在一个高处去俯瞰像这一张牌的一个壮丽的景色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接下来的你没有任何的限制，你想在你的新生命这一片新的大陆去建造一些什么呢？好，这个是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清理净化。这张牌的出现啊，我觉得它是为了让大家去拥抱更好的未来。当我们看见新的开始之后，接着就是清理的工作。我们看一下牌面上这一只好可爱的这个毛毛怪，它看着被鸟衔走的这个种子，但是它的脸上并没有很悲伤，而是一种专注跟一个好奇。这张牌代表说，为了让这个你的新生命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一些旧的种子或是一些旧的残渣，它必须要被移除。那整个进化的过程，整个清理的过程，可能它会伴随着一些你会觉得有一点痛，有一种痛感，因为你过去可能习惯抓取一些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东西，这个东西不见得适合你，它可能会伤害你，但是你觉得这样子是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这个清理是要把那个其实对你不好，但是你又习以为常的这个模式，或是一个东西，或是一个关系，把它清理走。好，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现在正带着一些以前的这个情绪进入到新的阶段，
所以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要重新装潢一个房子，但是你不把这些旧的家具搬走，那新的家具是不是没有位置进来？那些你新买的更适合现在的你的一些新的布置，它其实没有位置可以放进来。那清理这一张牌，净化这一张牌，它其实是一种自发性的能量排毒。所以那些消失的、那些飞走的东西，请大家不要再去抓，因为那个是宇宙在帮大家减轻负担。所以这张牌也给大家一个建议，请大家去进行一个物理上跟心理上的一个双重的断舍离。也就是说，请大家在听到这个影片未来的几周内，可以有意识的去观察哪些人事物，哪些模式让你觉得很疲惫，哪些习惯其实是在消耗你的能量，或是有哪些东西就是堆在这边就是一个杂物。这些东西，这些人事物，请大家温柔的跟他们道别，谢谢他们帮助你完成了某一个阶段的任务。好，接下来你们要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开始了。当你清空了这些杂质的时候，其实你们的直觉就会变得像空气一样透明。好，那在这边呢，讲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深入的一句话其实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运气比较差，其实你们并不是运气比较差，而是你们很容易走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你容易去替别人扛责任、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从小到大，你并不是那个最被照顾的人，而是你常常是属于那个你比较懂事、比较会退让、比较会多想一点的人，所以你们很习惯把别人的情绪、别人的期待跟别人的责任默默的接过来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你都习惯了这一切，习惯了不要麻烦别人，习惯了先解决问题。但是这一张牌净化，他在讲说，其实你们的人生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断舍离嘛，刚刚有讲过断舍离一些你不需要的关系跟责任。所以这张牌出现之后呢，你自己会慢慢觉得你跟有些人的关系突然疏离了，突然淡了，会有些事情你不想要管了，或是有一些责任你突然觉得说这其实并不是你的责任。好，这些想法出现是因为你的能量正在回收，因为你的能量现在你整个能量场正在进行清场，它很像是换季前的一个大扫除。好，我们要大扫除，好运才进得来。好，接下来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失眠胸闷或者你觉得肠胃怪怪的，或是一些肩颈酸痛的状态，这也是身体在帮你去清理掉旧的压力。你要注意，你要关照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圣殿。所以苦尽甘来的第一步就是大家你们终于不再需要为别人的人生买单了。你们接下来你的转运会从停止内耗开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哇，下一张牌很厉害这张牌是 Wings 这个翅膀。这张牌代表什么？它代表内在觉醒。你们会看见你与生俱来的一个天赋。大家看一下，在画面中这个毛毛怪它有彩色的这个蝴蝶的翅膀，那它低头好像在想什么，它的手上也停留着一只漂亮的蝴蝶。这个翅膀并不是后天把它加上去的，而是本来就存在它的背后的，所以这个代表一个与生俱来的潜能的发现。翅膀这张牌象征着第一组朋友你的梦想、你的天赋、你跨越界限的能力。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毛毛怪它有翅膀，但是它并没有飞翔，而是低头在看向
他脚下的土地，还有他手上的这只蝴蝶。这个代表什么？其实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这张牌反映出一种矛盾，就是你明明有翅膀，你明明有非凡的能力，但是到现在的此时此刻，大家你还不相信自己可以飞。大家看一下这对橘色的翅膀，它很鲜艳，它代表了强烈的生命的动机，还有创造力。所以它的出现呢，它有点像是灵魂的拷问，想要问你说，你准备好去迎接这个飞翔所带来的自由，以及飞翔随之而来的这个责任了吗？好，翅膀的出现呢，代表整个视角的提升哦。大家你们要知道，你们是拥有翅膀的。一旦你意识到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你不再受限于地面的路径。这张牌提醒大家哦，你们绝对具备解决目前困境的一个高维度智慧，所以不要再像以前一样苦苦的挣扎，你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用你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去应对挑战。你们绝对不是做不到，而是你忘记自己有翅膀了，你可能被压低太久，忘记原来我可以飞。所以这张牌非常的关键，告诉大家真的你们已经具备条件了，只是你还没有发现，或者是不敢承认。其实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从小到大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你也害怕这个不一样，所以你很早就学会把自己藏起来。你们可能被说过啊，你很敏感，太敏感，想太多，或是太不切实际。还有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会去感觉气氛，很会去共感别人，但是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人教你怎么样把这个能力变成资源。这一组的朋友，甚至有些朋友，你们已经尝试过，哇，你想要飞出去，你做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选择，结果你摔下来，或者说摔得很痛，于是你就不敢再飞了，就把这个翅膀收起来，告诉自己说啊，算了，我还是乖一点。但是这张牌提醒大家哦，如果你过去曾经想要飞，但是却摔下来，这之前的那个经验，它不是失败，而是你太早起飞，而且当时身边没有对的人。但是这张牌啊，它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哦，你们接下来会被看见，你们不需要再缩小自己，机会会自己靠过来。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努力的证明你是值得的，你只需要相信，你只需要站直，这个翅膀它自然而然的会张开。而且你们心轮跟喉轮之间的这个卡关啊，在这张牌也会被清理掉。其实你们绝对不是没有想法的一组朋友，而是你习惯，你有好多的想法，你不说出来，或是不说完，不讲清楚，或是你先去考虑到别人的想法，这样子久而久之，你都忘记了你自己有翅膀，都忘记了你自己有多想飞。好，接下来大家翅膀的出现代表说你们要离开了那个旧环境，那个旧环境让你没有办法起飞的一个旧环境，你们会看见你的翅膀，资源会靠过来，你会进入到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人生的高度。好，我们接下来是曼陀罗。好，我们进入到这张牌咯。这张牌曼陀罗它非常的迷人，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很迷人、很美、很香的花，它其实不能够乱碰，不能够乱去触摸。好，这张牌代表说，现在大家的人生正在经历一种清醒的脱壳。大家看一下牌面中的这双手，它很像是在交付什么，又很像是在抽离什么。
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很多的想法。可能过去你可以忍，但是现在你真的忍不住了。可能你会觉得，明明你没有做错，为什么总是要你配合？可能你心里会想说，我真的不想要再这样下去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这张牌对应到你们人生的一个清醒，它是一个意识觉醒的牌，它也对应到大家海底轮跟眉心轮之间的拉扯一边呢是你的安全感正在崩解，另外一边是真相不断的冒出来。你们会开始看清，其实谁一直在消耗你。你会开始理解哪一些承诺它其实是一个虚假的，你会开始理解哪一些本来什么应该要或是一些必须要的这样子的想法，它其实不见得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好，这一组朋友，曼陀罗真正的讯息是，大家不要再用旧的字句去承接新的好运。过去的你们苦真的已经吃够了，现在曼陀罗你们已经走到一个不能够回头的一个位置。虽然不能够回头，但是大家绝对不要害怕，接下来你们会走上对的路。曼陀罗编号52，它代表在阴影中去寻找一个真理。整张牌是一个非常迷幻虚幻的气氛，曼陀罗象征着梦境、诱惑以及通往潜意识的门户，所以这张牌提醒大家其实在转型的道路上大家很可能会经历一段迷雾期。在这个迷雾期，你可能会觉得谎言、幻象跟真实同时存在，并且让你感到很困惑。同时这两只手，它们其实有连结的渴望，但是中间又有一个距离。也就是说，你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大家要去想清楚，它是一个真实的渴望，还是一个投射出来的幻影。曼陀罗如果它用得好的话，它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打开觉知。大家知道曼陀罗它是有毒性，但是它同时也具备药性，关键就在于剂量跟怎么使用。所以呢，在这个阶段，请大家不要去急着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曼陀罗请大家去进入到你的梦境跟潜意识当中请大家去想一想，或是记录一下你最近做的梦，或是透过冥想去察觉、去探索那些你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的看清楚幻象之后，大家才能够触摸到真正的神性。大家你们已经走到一个不能再勉强自己的阶段。这张牌是一张觉醒型的能量，你会发现你再也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以前可以装作没事的，以前可以忍的，你现在通通都不行了，因为你们的人生意识终于醒来了。这个就是你们转运前会先打破的一些幻觉跟幻象。这个阶段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这个清醒是为了让大家不再走回头路。曼陀罗为了让大家变得更加的诚实，很多你过去以为一定要付出的代价，其实可以不用委屈，不用勉强，不用再配合。而且大家接下来的整个大转运的状态，其实不适合是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曼陀罗真的就是要让大家很清醒的看见，很勇敢的离开，或是很勇敢的去放手。一旦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真正属于你的好运，它就会开始进场。我们看到下一张牌，好，这一张牌编号46，这张牌有冷色调的这个花卉，还有羊角，还有利剑。这张牌是乌头这张牌有一种非常冷静、防御，而且它有穿透力的一个力量。
乌头呢，它是一种清醒的防卫，也就是说，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很知道要设立一个界限。现在啦，此时此刻的你，可能你过去被伤害的很深，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很容易就会启动你内在的一个防备的机制。那这张牌有一个提醒哦，其实大家不要担心，智慧就是你们最好的后盾。我觉得你们内在其实可以保持一种神圣的冷静。接下来这张牌会保护大家，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像剑一样精准。你们在保护自己的时候，可以像羊角一样坚硬。你们懂得去识别，懂得去辨别人心。同时，大家也需要保护你自己的新的想法、新的计划。你不要太早在事情还没有成之前就去发散出去，或是向外人去说、向外人去展示。因为有可能会引来一些嫉妒啊，或是不必要的干扰，或是负面能量的侵蚀。所以有些东西其实你自己是要保护好的。好。那我也觉得，其实这张牌它有一种真的是极端的一个清理的方式，因为你痛了太久，不能再拖了。好，这张牌其实跟上一张牌真的有很强的连接性。乌头啊，它是毒药，也是药，而且它的这个药啊，是在生死关头才会出现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人生啊，真的已经走到一个你觉得我如果再不去做一些什么，我的人生好像就会慢慢的被消耗不见。有些东西啊，就是你的忍耐或是你的忽略自己，它很像是你自己在对自己内在你的内在其实被某一些东西长期的慢性的去下毒。这个毒可能是明明就应该结束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会一直消耗你健康尊严或是热情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你从小就被灌输但其实并不适合你的价值观，或者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一个否定跟责怪。也就是说，这张牌它要处理的问题绝对不是表面的问题，而是它要处理大家让你痛到骨头的一个源头。你的能量过去可能长期被错的东西占住了位置，所以这张牌引导出来的就是我看见大家你们在身体层面的能量，你们的海底轮失衡，这个很关乎到你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信任感，你对于周遭环境的安全感，以及你能不能继续活下去的一些力气。好，所以这张牌是一个很重要的转运的讯号，你的痛已经到了一个绝对需要被终止的阶段。我们现在要把毒一次拔干净，我们现在不再合理化任何让你觉得痛苦的关系，我们不再用继续忍耐、继续撑来当做自己的人生策略。在这个阶段狠下心做一次干净的切割。现在大家走到了一个需要止痛的时间点，你所有的毒都会被清掉，命运会重新的流动。这张牌刚刚说过它是剧毒，但它也是救命的良药。我们把这张牌用对的话，它可以回阳救逆，它可以把快要熄掉的这个生命火种给拉回来。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你自己是不是给自己有一些麻醉的信念呢？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你明明知道，但是却一直不想要去处理呢？接下来这张牌
要大家做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停止自我麻痹，请大家去看真正让你痛的源头，你只要去承认就好。你只要去承认说好，你知道这个状况，其实你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不敢面对。你只要去承认，你整个人的能量就会回来。这张牌是一张你回血跟能量回来的牌，它是要帮助你急救的。这张牌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你的苦已经到了顶点，你不用再去证明你自己多能撑，多能够忍耐。我们愿意选择痛一次，然后就醒来，而不是持续的慢性中毒去过一辈子。所以大家真的够了，过去的毒我们把它清掉，我们来过新的人生。好，你们的牌都是很重的能量哦。好，下一张牌 Lobster 龙虾出现了。这张牌啊，代表大家要脱壳重生了。它是一张非常典型的转化牌。龙虾在月亮之下出现。龙虾长大的时候必须要放弃它旧的壳。现在大家正在处于生命中最关键的一个蜕变的阶段，因为在脱壳的时候，龙虾是没有保护的，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到很脆弱，很容易受伤。好，但是这个痛苦，这个脆弱，它其实是大家要扩张的一个前兆，所以不要害怕。月亮的能量会继续引导大家哦，会引导大家的情绪流动。当大家度过了这一段比较脆弱的时期，迷茫的时期，大家你会迎来更强大、更能适应未来的一个全新的身心的状态。你们现在经历的不舒服啊，绝对不是倒霉，而是因为旧的壳实在太小了。你的人生现在已经长大了，所以旧的一个状态装不下现在的你。大家哦，你们接下来要进行海底轮的重建，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害怕，裂掉的只是一个旧有的框架，并不是你本人。你们接下来可能会觉得有一段时间自己好敏感，好没有安全感，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决定。可是呢，大家只要顺利的完成这一次脱壳，你绝对会遇到新的环境，你会进入到新的身份，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你意想不到的好运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以前苦苦求不得的东西，现在都顺利的送上来。也就是说，你们正在长出更大的自己，过去所有的痛绝对不是白痛，因为大家真的要翻身了。好，我们直接下一张牌就迎来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哦。大家看一下这个，哇，真的是来到你们的时刻了。这个冲浪的人啊，他在巨大的蓝色的浪潮中滑行，它其实跟前面这张龙虾的这个脆弱感形成强烈的对比。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转换之后，哇，进入到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真的是不得了了，所有的机会来到你面前。这个浪潮不是你创造的，它是宇宙的动能跟趋势所在。前面所有的铺陈，从清理到脱壳，都是为了让大家在一个最好的时间点站上这一块冲浪板。也就是说，这张牌代表的是大家会拥有精确的行动跟某一种动态的平衡。因为在这个浪尖上，你其实你不能够很僵硬，你必须要随着海水的起伏去调整自己。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你的人生、事业或者各种计划中，大家会进入到一个借力使力的最佳的时机点。你真的不需要对抗环境，而是利用环境。有很多的朋友，你过去可能在投资当中啊，经历一些迷惘，或是财务有一些负债的压力。现在我觉得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有点像是哇，你种下的种子全部都翻倍的回报给你，就像一个
巨浪一样来到你身边，好多好多的机会。而且大家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利用这个巨浪，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技能跟技巧，你其实是会被巨浪吞没的。所以这个巨浪，这个机会是专属于送给第一组的朋友哦。在这样子的巨浪中，只要你保持专注，这股浪会把大家送到你以前不敢想的一个高度，就是你以前觉得可能要很久才能够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哇，竟然不知不觉的达到了。你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既然就在眼前。也就是说，很多你觉得被卡关的事情，你期待已久的事情，现在有了转换，或是你生命当中有了新的选项，有一些过去被卡住的一个关系，或是工作，或是金钱的状态，会开始松动，会开始好转，或是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很清楚说应该要往哪里走。这些都不是巧合哦，这是因为大家在前面排卡的阶段已经做完该做完的清理跟断舍离，现在命运开始回馈给大家所有的好运跟所有的顺流。也就是说，接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张牌大家你们不再会害怕做决定，你不再那么容易自我怀疑，你们反而会看见浪来了非常的高兴，你想要勇敢的站上去。而且这张牌已经不是在准备翻身的阶段，而是你就已经站在这个浪头的前面，整个时机已经成型了。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读懂这个浪，然后站在这个冲浪板上，你们的机会绝对会来，请大家用你的直觉去行动。也就是说，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有机会来，而且来得非常快，或者是说有人去找你做合作，新的方向出现。这个时候请大家用直觉去回应，用你内在的确定感去回应，用你的身体的感觉去回应。你以前觉得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么大的机会来到你手上，现在你会发现，我居然能够承接得住所有的好运。这张牌只要大家去抓住这一次巨浪的机会，它真的是改变你人生，改变你一辈子的机会。它可以翻转过去你所有觉得离你很远的一个梦想，或是翻转所有你过去一个负面对于人生悲观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觉得你被命运放弃、被遗弃的这个想法，这个好运来打到你身上。我觉得当大家生活整个优渥起来，或者是说周遭环境变得非常舒适，你接触到的层级也不一样之后，整个心境跟过去会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请大家顺着已经出现的流，走进你应该走的时间线，你们能够去承接得住这个好运。好，接下来呢，再看到下面的牌，我们下面有2张牌哦。好，第一张牌是这个香蕉树下的出游，第2张牌是打鼓。这2张牌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它都在讲你们人生节奏的重启，以及整个集体能量好事喜事即将要靠近了。前面所有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这2个画面哦。好，我们先看第1张牌。在香蕉树下有3个人坐着小车，很开心的要往前走，要去旅行了。整张牌是非常充满阳光的感觉，然后他们是代表一起走的能量。这一张牌很重要的就是一起走，一起走并不是单打独斗的能量，而是你身边有人陪你一起分享。这张牌代表了社交、团队以及旅途中的一种放松。大家经历过前面艰辛的个人的转化的阶段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显化跟庆祝的阶段了。你身边会围绕着爱你的人，你不需要孤军奋战，现在有
跟你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在跟你一起往前走。同时这个香蕉林啊，它象征着是丰饶跟热带的生命力。然后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小嘟嘟车，它代表是一种我觉得非常接地气，非常快乐，然后又很自由的一种移动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计划是非常落地，非常有烟火气的。那请大家看到这张牌要去想一想，生命当中啊，因为你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比较近的了，或者是说跟这个世界有点疏离的，可是接下来这张牌很明显的建议大家去跟身边的人连接吧，去旅行吧，去聚会吧，去分享你的故事吧。因为在这个香蕉林的阶段啊，他的幸运来自于沟通跟共鸣，也就是说在这种欢乐的聚会中，在这个欢笑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资源跟灵感。而且啊，这张牌它是一个动起来的能量，也就是说移动会为你带来好运，出游啊，出差啊，换环境啊，认识新圈子新朋友，或是调整工作内容，转部门转型转换身份，或是生活节奏的一个转变，都会为你带来好运。重点并不是去哪里，而是你不再停留在原本这个地方。香蕉林代表快速的成长，也就是说大家你们的好运能量会在一段时间内真的是爆发性的伸展，这个转运绝对不会拖很久，而且它一旦动起来是非常快的。好，第二张是鼓手，这个鼓啊，它代表着一种宣布，一种节奏感。也就是说大家你们的这个转运之后啊，并不是一个好像默默无闻的能量，而是绝对会被看见，绝对会被注意到，会被邀请，会被拉到某一个新的场域。也就是说大家你会发现你说的话有人听，你的意见被重视，你的能力被看见，你是有机会在台面上去发表你的感想意见，或是一些想法，甚至会有你的追随者。这个鼓声呢，它本身是一个震动的能量，代表说大家你们的人生频率已经改变了。这个改变不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这种改变，不是关在屋子里的这种改变，是你很明显的感觉到你的改变是外界真的会有给你回应的。如果说前面的这些牌啊，有点像是你跟这个世界隔绝，或是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消失了，缩得很小很小，但是到了整个后面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大家你们要重新的出现在舞台上，而且这两张牌它都不是一种很孤单的画面。一张牌是三人同行，另外一张牌是打鼓吸引到很多的人，也就是说大家很重要就是连结，你不需要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扛起来，你们的节奏会因为别人的加入而变得更加的轻快。也就是说这张牌我觉得它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曼陀罗跟这个乌头这个指读的能量之后，它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的提示。也就是说当大家停止忍耐错的东西，对的群体对的机会才有空间进来。也就是说前面完成了这个清理的状态，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哇，这个欢乐的画面，鼓声已经响起来了。接下来所有的节奏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家看一下这张牌这个鼓手他穿着传统的这个服饰，亮眼的这个黄色服装的鼓手非常开心专注的打鼓，它象征着大家你们的生命主权的回归，以及生命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上，你们可以很顺畅或者说很自在的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整个占卜的能量是一开始大家可能是整个环境的一个受影响，很容易被影响的人，很容易去怎么说被周遭环境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落入到一个不是这么友善的环境，你可能会被拖累，或是说你可能会被周遭人的影响，你从一个追随者受影响的人变成了创造生命节奏的一个领航者。
大家知道鼓声它是心跳的延伸，代表说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频率。这个鼓手他的神情是非常自信的，这个就是大家最终的状态。你们不再受外界的干扰了，你们能够稳定的输出你的能量，而且你可以去影响其他人。好，最后啊，给大家的祝福，大家看一下人生的这个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论现在外在的世界多么的荒谬或是嘈杂，只要大家稳定的去击打或是舞出自己的节奏，整个频率都会回应你，整个世界的频率都会回应你。所以我觉得整组牌最后的能量，它是一个集所有好运大成，而且是一个成熟的牌组。我觉得大家会以一种自信而且充满艺术感、自由奔放的方式去主宰自己的生命。这9张牌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循环，从最初的黎明破晓到最后的这个定乾坤的鼓声啊，我觉得这张牌整个能量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期待，非常的惊喜跟光明，充满欢乐的结尾的能量。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好，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目前有很多的朋友都加入一起学习。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在新年的这个开端啊，给自己一个新的礼物，或是想要去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人生，或是帮助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的话，欢迎加入这门课程。这门课程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它有实战演练的部分，也就是说大家并不是只是听课，没有办法实际的去应用，而是大家可以透过课程的练习，真正的去掌握如何使用塔罗牌。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苦尽甘来，大转运的时刻到了。宇宙有什么样重要的提醒要给第二组的朋友，以及我们转运的关键在哪里？转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好，你们的第一张牌就很开心 ，Delight， 欣喜的能量哦。好，首先我想要告诉第二组的朋友哦，无论如何呢，你们身边都会环绕着护城河，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接下来的生活会让你更有余裕去思考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未来的一个发展。有些东西啊，其实是很需要看缘分的。缘分没有到的时候，有一个善知识，或是有一个机会来到你身边，你可能听不懂，也抓不住。就算他来到你身边，你也不理解，它是一个机会。那缘分到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的听得懂，并且把它抓住。所以这张牌代表什么？你们即将要进入到一个很纯粹的频率。像大家看一下在花丛中的这只麻雀，它象征着最纯粹的心轮的频率。在三维的物质世界中啊，我们常常会被教导说，你一定要成功，或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才能够放松，我才能够开心。但是大家知道吗？在五维的转运的逻辑里面，整个顺序是相反的，因为你先连接了内在的喜悦，之后才显化外在的丰盛。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转运的密码哦。我觉得这张牌啊，深刻验证了第二组朋友最近的一个心境的转变。过去那种很沉重的，很像铅块一样的压力，目前正在被一种轻盈的感受所取代。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已经从一种生存模式跨越到一个欣喜的生活的模式。我觉得具体的好消息会出现在很特别的是你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能量，人际之间能量的一些进化，就是你的交友圈会有一种汰换的能量，
比如说啊，有一些让你觉得很心碎或者很沉重的这些旧的关系，会自然而然的消退。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那些能量非常纯净的灵魂家人，所以它是一种磁场共振的消息哦。接下来大家会在不经意的时刻遇到让你感觉到你好像回家了的人或是环境，你身边会有这样子的人或是环境，让你觉得你好像回到了心灵的家园。同时啊，这张牌繁花盛开，它象征着一个生命力的复苏跟恢复，也就是说大家你们的健康跟体力也会迎来一个显著的上升期，特别是有关于呼吸跟循环系统相关的能量会变得非常的通畅。那我觉得你们为什么会被这一张牌的能量吸引，就是你的灵魂其实已经开始松动了。这张牌这只鸟啊，它站在花丛，站在草丛中间，那它的背景是清澈的天空，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努力飞翔的画面，而是一个已经安全、已经落地、已经被大自然接住的状态。也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你们身边会有护城河。过去你可能已经走过一段很辛苦的时期，可能你现在还在想，还在计划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要做什么，但是其实内心深处啊，慢慢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其实好像我不用再这么的紧绷了。你们的神经系统跟灵魂都回到了安全的频率，你开始可以去打开开放你的感受。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小事情感动，觉得哇好美哦，或是用美好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或者是说呢，对于某一些画面、音乐、自然的景象、动植物特别的有感觉，你开始想要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舒适，不想要再去逼自己。这个就是你的心轮在跟你说话，你的心轮说他想要喜悦。你们现在的频率啊，真的已经开始接近好事即将要发生的这个区段。可能你的头脑还在想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真的可以期待吗？会不会又只是空欢喜一场？好，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疑问，非常的正常，因为你曾经失望过，但是我看见你们并没有把希望的心关掉。这张牌验证牌告诉大家，你们已经进入一个可以开始接收宇宙的回馈、回礼、好消息的阶段。可是你旧的系统还在适应这个状态，就是你旧的系统还在想说我一定要辛苦才可以换得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不用再这么辛苦也可以收到回馈的这个新的状态，你的旧的系统还在适应。好，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的牌卡要告诉我们什么指引呢？ Direction 指引。好，这张牌就是指引哦。好，这张牌啊是有关于眉心轮的一个视觉化。当大家调频到喜悦的能量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方向的一个确立。大家看到画面中有一个背着重担的毛毛怪，它正在低头跟猫头鹰说话。好，这个在灵性的意涵中代表眉心轮跟第三眼的觉醒哦。大家知道吗？猫头鹰在古老的文化中，它是守门人的象征，它能够在黑暗中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真理。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的好消息真的非常的具体，你们即将迎来命运的转捩点。这个是怎么迎来的？大家会获得一个神启示的商机，或是人生的规划，或是一个透露起来的灵感、投资计划、想法、声音等等，帮助你指引你去看见未来的路。过去啊，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做选择，或是总是很迷茫，但是现在猫头鹰
好，你的内在的导师或是现实当中的贵人，他会指引你放下你身上那个巨大的包袱，具体的转运的线索来自于大家精准的直觉哦。大家可能会在梦境中得到一组数字或者是一个关键字，或者说突然看清某个合作对象的真面目，因此你避开了一个可能潜在的会造成财务陷阱的一个黑洞。那新月，大家看到新月嘛？新月的出现，它象征的是阴性的能量，所以你们会有阴性的能量的保护。也就是说，有关于女性的长辈、女性的主管，或是你自己的直觉力，都可能成为你的贵人。也就是说，大家你们不用再很盲目的劳碌，接下来是一个以智慧取胜的时期。这张牌就是宇宙在帮大家矫正方向，你们已经被推到一个转弯口了。这一张牌告诉大家，你们决定不再用旧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之后，就会开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这个转折，这个校准是在夜间发生的。之前呢，大家可能因为现实压力，因为责任感，因为习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转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转身。可是呢，这一张牌真的会提醒你，你看见一个更好的方向了，你看见一个更好的路径了，你的内在智慧被打开了，所以你们会去做出一个新的选择。猫头鹰，灵魂的导航者，真相的看守者，他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能够在黑暗中去辨认方向，他能够不被表象所迷惑。也就是说，你们的这些好消息并不是靠好像努力去用时间的劳动换来的，而是靠着准确的直觉，准确的判断跟你的智慧所得到的。所以大家对应到现实层面，你会突然很清楚说，有些事情你不需要做了，有一些方向它其实是得不到回馈，你不需要再去硬撑了，或是你不用再对某一个人去跟他协商或是妥协，你可能会在生活中有一些地方想要去停下来，这个停下来本身就是转运的第一步。接下来呢，可能你会听到一句话，一个讯息，或是有一个人去点醒你，或是你突然明白以前一直想不懂、看不懂、不明白的事情或是道理，因此你会重新的去定位你自己，有一种哇，我就懂了，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了，我就看清楚了。而且接下来整个生活节奏会开始朝着对第二组朋友比较友善的方式去移动，你不需要再那么急。生活当中某个压力源会减弱，某一个让大家觉得不舒服的这个变数，不舒服的地方开始松动。那这张牌也代表说，眉心轮正在重新接管大家的人生方向盘。也就是说，你过去如果是用恐惧去做决定，用别人的期待去导航自己的人生的话，接下来这个转向它会变成是你会用你的直觉，会用你内在的一个很清晰的感觉去做决定。所以这张牌它并不是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告诉大家，其实你们现在开始，你已经可以自己听得见答案了，你的内心已经能够听得见答案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哇 ，Key 关键的钥匙出现了。好，这张牌连接到的是阿卡西记录的一个解锁。我们看到毛毛怪，有一只毛毛怪从树洞中伸出来，然后另外一只毛毛怪呢，伸出手接住这个从树洞中递出来的钥匙。好，这个树洞啊，象征的是集体的潜意识，或者是宇宙的图书馆。那接过钥匙这个动作，其实直接连接到了顶轮的能量下载。这个钥匙啊，
会出现，是因为大家已经达到了某一种意识的层级哦，所以宇宙现在决定赋予第二组的朋友一个通行证，你的权限被提升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它具体反映的好消息可能是你得到一个很关键的授权，比如说你获得了某一个核心技术的知识或是秘密，你拿到了一个很困难取得的一个入场券或者是资格，一个这种通过的资格或是执照或是考试，或者说你被提拔进入一个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去接触到的一个核心的圈层。也就是说，这把钥匙它会开启你过去花了好多年的努力没有办法去敲开的那扇大门哦。有些朋友你敲开的是财富自由的大门。好，从灵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们的阿卡西记录中有关于丰盛的篇章啊，其实已经翻到了一个兑现期，就是说具体的好消息会出现在未来的2个月内，某一个突如其来的邀约可能会成为大家人生中重大的分水岭，大家要注意生活当中一些非正式的对话，因为关键的钥匙可能就藏在这些看似很偶然很日常的交流当中。好，这张牌的关键啊，其实就是允许。这个允许啊，大家看一下它并不是去抢，这个钥匙是被交到大家手上的，你不需要去抢，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撞门，因为这扇门本来就不是要大家用力去推的。你们的好消息是未来会有人主动去帮你开路，有一些卡住的程序关卡或是限制突然会松动，或是你过去以为一个不可能为你敞开的路口，开始对你敞开了，你心里就有个感觉说，哇，你进入到一个你之前很梦幻，或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触碰到的世界。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个刚刚好的机会，时间刚刚好，条件刚刚好，而你的状态也是对的，一切都是刚刚好。这种机会啊，在以前你可能会犹豫，会退缩，会觉得自己能不能够拿，但是现在这一次你们绝对拿得住。还有大家有可能会去碰到一个你以前碰不到的资源，它可能是人脉平台，或是某一个关键的资讯，或是一个懂得门路懂得门道的一个专业的人士。那这个机会是精准的对应到大家现在所需要的资源。那关于感情的话，我觉得这张牌也有一个好消息是想要告诉大家有一个真正能够进入你核心世界心灵世界的人他会出现。这个人他并不是只是跟你这种泛泛之交，或是表面的友好表面的热络，而是他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核心层，去跟你谈心也谈实际的一个未来。好，当你们的频率对齐之后，其实路径自然而然的就会显现。当大家停止用旧的版本的自己去开新世界的门的时候，这个钥匙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所以我看见大家会开始用真实的自己去说话，去选择，去表态，去把门打开。大家知道吗？钥匙它在古老的传统里，它是一个有很重要象征的意涵。第一个就是它代表你是被信任的，或是你是已经成熟了，你已经拥有某一个资格，你被允许进入到神圣或是核心的领域。所以这张牌其实在说一句很深的话，大家已经不是门外看热闹的人了，你们是内行的懂得门道的人了。而且这个好消息来临的时候，你们站的这个位置是刚刚好可以拿到的，你们已经要往下一个阶层迈进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这张牌在讲的是余音的一个俯冲它在
俯冲，想要去捕鱼的一个姿态。好，这一张牌啊，其实是太阳神经丛力量的一个最高的显化，它也是一种心想事成的强大的动力哦。你们的大转运拿到了这个阶段，我觉得具体的好消息会是以这种财富能量大爆发的形态去显现哦。它不是一种随机的运气，它是一种结合了你的实力跟现在刚刚好的时机，这两者完美契合之后达成一个压倒性的成功。大家可能会在投资市场啊去抓住一个绝佳的进场点或是标的，或是在竞标当中以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得到胜利，这种精准跟自信代表说大家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精确的捕猎者。那一个比如说过去被低估的一个资产，或者是说一个过去被闲置已久的计划，或者是过去你没有被看中的专业，现在这些价值都会在市场上迅速的爆发。这个能量是极具扩张性的，它会让大家的社会地位在短时间内获得一个显著的提升。所以这张牌翻出来，它真的非常的关键，它是一种一刀毙命，一击命中，现实层面的一个突破的一个状况。好，这一张牌绝对是在讲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个显化。好，他想要告诉大家说，现在时间到了，时机到了，就像鱼鹰一样，它可能一开始会在高空中盘旋很久，它一直在观察，然后它不会轻举妄动，但是它一旦锁定目标，就会快速的往下俯冲，一次到位。它不是乱靠运气去乱试，而是靠着它的准确。所以你们人生当中有一件事情要一次到位了，你会抓到一个真正有效的方向，你不需要去多做，你不需要去好像多去做一些无谓的尝试，而是你一开始就会把对的事情做对，你们投入的力气开始有明确的回报。有些朋友你可能谈成了一个很大的合作，得到了一个关键的机会，或者是找到一个可以让你的收入稳定提升的方法。这张牌它讲的并不是长期的耕耘而是一个突破，就是一击，你只要一出手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丰盛的回报。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大家的状态会是变得比较的果断，而且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啊，你会有一种终于放下心来的感觉哦。你们的这个决定做下去之后，其实会是影响你往后的人生，比如说会对于你往后的人生有很大的一个布局的调动等等的。那你做这个决定之前呢，其实你是有思考过的，一旦出手之后，大家真的就是胜券在握，非常非常的对准你要的目标，会达到你所想要的一个成功跟胜利。所以这张牌是灵魂跟现实完全对齐的瞬间，你心里想的，你脑袋判断的，还有你身体行动的，这三者都合在一起了。所以你现在的选择是带着整个你一起往前走。那从四维跟五维的角度来看，这张牌的时间线是你会从一种可能性的时间线跳跃进一个结果的时间线，也就是说结果已经开始生成了，它不再只是一个想象跟酝酿的状态，接下来大家会看见有实际的变化，实际的回馈，就像财富上的好消息，你会看到具体的丰厚的数字的回报。好的 Octopus 章鱼，好，章鱼啊很特别，它代表的是一个维度的扩张哦。灵性，你们的灵性上啊会有一种多元维度意识并行的一个状态。这张牌呢对应到的是喉轮，也就是表达、适应跟智慧的一个扩张。这张牌的好消息大家听好，你们的
有一种像是多元不同管道的收入全面的被开启了。在这个大转运的时候啊，大家不再受限于单一的收入的模式。有些朋友，你的斜杠的事业可能会反客为主，或者是你某一个才华啊，或是一个计划啊，突然受到认可，受到大众的追捧，那你们会展现出强大的就是多元多工的处理的能力。很多朋友，你们的好消息会来自于社交媒体，然后在大众面前去表达，或是有一些跨领域的一个合作或是工作的机会。你会发现你自己其实可以同时驾驭多种不同的环境，而且你这种游刃有余的自信的状态会吸引而来更多的资源。这张牌是名利双收的牌哦。我觉得特别是那些需要靠脑力或是智慧以及灵活度的领域，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成为绝对的赢家哦。你们的选择增加，你们的路径也变多了。你的人生啊，会有比如说好几个选项可以去选。因为就像章鱼一样，它是在一个高度感知的环境当中，而且它可以瞬间改变策略。对于第二组的朋友来说，这个代表说你们不再只有一条路径可以走，走 A 可以通，走 B 也可以通，都可以到达你想要到的一个目的。好，这张牌对应到的是喉轮，我刚刚说过，也就是说如果你选到这一组啊，我觉得过去可能你们常常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你很多的能力啊，一身是才华，但是找不到舞台，或者说有很多的可能性在你人生中出现，但你觉得你自己都一直被卡在同一个位置，或者说你心中有很多的想法，但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说。那章鱼这张牌的出现，哇，它很厉害，它代表说大家的人生要开始解锁多重出口，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解锁，是多个地方解锁。比如说你的财富解锁，你的社会地位解锁，你的名声解锁等等的。你可能会同时出现2个以上的机会，有不同领域的人来找你，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我不只适合做这个领域这件事情，哇，我有很多的路是可以去走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机会摆在你面前啊，你们不需要立刻去选。就像章鱼的智慧，他会先伸出他的触手，先感觉一下再决定，所以大家也不用急着去马上的下决定。同时啊，大家刚刚有说过，大家进入到一个维度扩张的阶段，也就是说你们会从一种线性的人生进入到多线并行的人生。这个是说啊，这个是说你们的人生有很多的选择。你以前可能会觉得我只有这一条路，如果我没有了这个就完蛋了，或是如果我现在不小心做错一步之后就很麻烦。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是好，这条不行没关系，我还有别条路可以走，因为我的维度扩张了嘛。所以接下来大家的心态会开始变得比较放松，也比较敢去尝试，因为你们的世界开始变大了。好，下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华木。这一张牌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深的守卫的能量哦。华木在凯尔特的文化中代表的是第一个的这种森林的守卫，它也象征着一个新的纯净的开始跟强大的防御力。这张牌连接到海底轮的能量哦，这个海底轮的就是白光的这个净化海底轮，会让大家的大转运时刻连接到，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根基。好，这张牌啊，它会带来什么好消息呢？第一个，我觉得它有一种环境能量重组的改变，也就是说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经历一次搬迁，或者说一次很彻底的就是家里的一个装修改变，或者是办公室的一个变动。这个变动啊，会帮你扫除过去可能你觉得停滞很久的一个运势。
同时这个白色的华木，它象征的是白光的保护，代表说大家过去3年你们所有遇到的倒霉事、小人的干扰，都会随着这张牌的能量被净化、被清空。还有你身体如果有一个长期的隐疾或是长期的疲劳的状态，也会受到华木的能量的祝福，得到奇迹似的一个修复。同时呢，大家你会发现你对于物质生活的掌控能力大幅的提升哦，每一笔钱都花的有意义，还有你每一份收入进来都是非常的稳定的。它是有关于一个地基重建的好消息，你接下来的成功啊是非常的稳固，不是建立在一个空中楼阁之上。所以我看见大家你们的安全感回来了，你们整个人被稳稳的放回到世界当中。如果说你过去心里一直很不安，或是总是对很多事情放不下心，或是你过去很少真的放松，就算是在休息的时间，你可能脑袋也不断的在想事情的话，这张牌现在要帮助大家去修复你的海底轮。华木它是重生之后的第一棵树，它是熬过冬天之后第一个重新站起来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能量跟大家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像，你们的海底轮会有明显的一个转变哦，关于生存，关于金钱，关于身体，关于现实的稳定度，你会感觉对于这个世界更有信任感，对于活着这件事情不再这么紧绷，对于很多事情不再这么的担心或是害怕。同时啊，白光净化要帮助大家把你过去一直扛着的，但是其实不属于你的恐惧跟压力清除掉。有些朋友你可能一直在背负着家庭的压力、金钱的压力、别人的期待，或是对于未来过度想象的一个责任感。那这一张牌在帮你做一件事情，把活着的重量还给宇宙，还给世界，不用全部都自己扛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很多人在经历这张牌之后啊，通常会睡得比较好，情绪比较稳定，对于现实生活不再这么觉得苦闷或是想逃。这张牌啊，我看见大家你们过去的苦没有白受，这个是宇宙帮大家做一个深层的净化。我也看见你们终于释放了信任，终于站稳了脚跟。好，下一张牌哦，哇，这张牌很厉害，它叫谢济生。谢济生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一种翻篇，就旧的事情翻篇了，或者是说某一个关系和好了。这张牌啊，有点像是你在和过去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去签一个和平的协议。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多人你心中有一件已经卡了很久的事情哦，它可能是一段卡在心里的关系，或者是一个一直过不去的结。有些朋友可能是一件你自己以为已经放下，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下，没有走出来的事情哦。这件事情你可能不一定每天会想，但是它往往会在你最疲惫、最脆弱的时候冒出来，吞噬你跟消耗你。好，那谢济生呢？他在讲什么？它是一种停战的植物。也就是说在古老的传说中只要在谢济生下面相遇，即使是彼此是敌人，也必须要放下手中的武器。所以这张牌啊，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有一些业力，你不需要再和他们继续打架了。某一个人他不会再影响你的情绪，或是你对于某些状态，你会发现自己真的不在乎了。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遇到有和解的机会，
和谈的机会，或是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或是能够好好的去和好，或是好好说再见的机会。这张牌想告诉大家有关于某一场战争，或是有一场争夺、拉扯，你们终于不用再去打仗了，不用再去竞争了，不用再去消耗了，不用再去拉扯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安静，也是非常深的祝福在这一组牌当中。好，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登山鞋换掉了旧的这个夹脚的鞋子，我们换成登山鞋。登山鞋跟草地这一张牌啊，舍弃了轻便的凉鞋，换上一个很坚实的这种登山鞋。它代表说大家已经从想象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实践的阶段。这张牌也对应到了脚底的一个涌泉穴，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将宇宙的能量跟大地的能量去做一个接通。好，这张牌连接到的好消息是有关于大家长期事业的一个稳定的成长哦。你们可能会获得一个长期的专案，或是一个你可以十分值得投入的领域。有些朋友会建立一个强大、具有声誉地位的一个事业，有些朋友则会去建立一个你财富的护城河，达到财务自由的目标。登山鞋呢，象征着大家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最棒的一个装备哦，你的实力、你的心力、你的财力，好，这些东西都已经具备了，你可以去攀登你人生最高的高峰。你们的每一步行动都会得到大地的回馈，你们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会转化成存折上的数字，或者是一个真实的成就感。我看见你们真的走出去了，你们真的走了。登山鞋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好看，它是为了要走很久，走很远，而且不回头去登上高峰。你们已经准备好把你的想法变成踏实的脚步。好，那大家知道吗？在萨满的文化中啊，真正的休息就是靠行走，一步一脚印去踏在土地上，让你的身体记得这个行走的一个状况。这张牌预示着未来大家你们的生活工作的方向都开始很清楚的前进，它不再只是规划，而是真的动起来，真的启动了。有些朋友甚至会开始去尝试去走一条以前不敢走的路。我看见大家真正的去实行展开了，去攀登大家心目中人生的顶峰。好，最后一张牌，这张牌是瑜伽跟曼陀罗。这张牌作为结尾真是太好了，因为它是身心灵完全圆满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终极的祝福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瑜伽的练习者啊，他在曼陀罗下去做瑜伽，它其实代表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曼陀罗就是宇宙秩序的一个缩影，而瑜伽就是将个体的灵魂跟宇宙神性重新连接的一个仪式。所以大家你们仔细听好了，你们会迎来最棒的好消息，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自由。它不仅仅是财富自由，它更是你的心理跟灵魂的自由。当然你可能会在某一次的静心，某一次的旅行，或是某一次的某一种状态中，突然悟透了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你们不会再受物质匮乏的恐惧所支配你们的生活啊，会迎来绝对的自由跟自主，时间上的自主，财务上的自由。你们可以在喜悦中去创造，你们可以在宁静中去收获。你将你过去的苦难转化成智慧，我看见你们已经整个迎来转型的状态。
你们活成了行走的曼陀罗，不管你走到哪里哦，其实都会为那个环境去带来新的丰盛跟和谐。也就是说，你们达成了一个内外一致，人生进入平衡的一个最终的状态。你有一种哇，终于回到自己的安定感，你跟宇宙完全的对齐，你是完整的，你是合一的，你的想法、你的身体、你的选择不再互相的拉扯。这一组的朋友，这个是真正转运的开始跟启动。你们不需要变得完美，你只需要完整，终于完整，终于回家。好，这张牌，我觉得这个结尾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祝福，也是很有智慧的一张牌，送给第二组的朋友，恭喜你们！最后也提醒大家，Mia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加入一起学习了。那如果你也想要在这个新年开始开端，想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是知识的话，非常推荐这门课程，帮助大家看见跟觉察自己的人生。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苦尽甘来，属于大家的大转运时刻哦。好，首先呢，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哦。哇，我们的验证牌是这张 Abundance， 好，丰盛哦。这张牌啊是大家目前的频率，这张牌啊直接指到了第三组朋友的一个顶轮哦，也就是你跟宇宙最高智慧连接的一个门户。好，我觉得最近啊，这组朋友你们即将会感觉到一种内在的扩张感，就是你可能先前啊经历过极度的疲劳、疲惫或是不自信之后呢，你会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预感就是你觉得这一切即将要改变了，即将要松动了。这张牌就是你能量验证的一个讯号。这张丰盛牌啊，代表说你们的灵魂契约已经进入到一个收成的时期哦。可能你在过去的好几年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匮乏的状况中打转，无论你怎么努力，总觉得好像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大家看一下这张牌的画面，很漂亮了，满山遍野，不分季节，同时绽放的鲜花，这象征着大家哦，你们所有的时间线正在重叠，你过去所有生生世世的努力，以及这一世所有的累积，正在汇集成一条金色的能量流，准备要灌入到第三组朋友你们的生命里了。所以我觉得啊，好，验证牌要告诉大家的事情，你们的磁场已经开始变色了，你们的顶轮从原本比较暗淡的状态转化成一个灿烂的金紫色的一个光哦，这会导致一个具体的现象，也就是大家会开始很频繁的遇到一些共识性的事件。比如说你刚刚想到一个人，就发现叮叮叮，这个人传讯息过来了，或是你刚刚想要去解决某一个财务的问题或者财务的状况，你就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资讯，或者有人就告诉你相关的就是可以去请教的人，这些都不是巧合，是宇宙正在跟大家调频确认你已经准备好要承接接下来的大运。所以呢，如果大家最近感觉到你的头部啊偶尔会有微弱的一个电流感，或是你觉得你的直觉变得非常的敏锐，请不要怀疑大家已经正式跨入了这个丰盛的门户。你们会选到这一组是因为大家已经走到一个开始生活可以有余裕的位置，就像这一片美丽的花海一样，漂亮的不同品种的花都在这个画面。虽然你可能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还有一些责任，还有一些压力，或是有很多的现实考量，但是请大家记住，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了。
你的丰盛意识正在形成，你已经从3维的生存模式慢慢的走到4维的选择模式。也就是说，接下来大家的人生并不是问说我能不能活下去，而是要问自己，你想要怎么样子的生活呢？好，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因为你们已经站在好运承接的这个路口上了。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Offer， 哇，这张牌在验证了丰盛的频率之后第2张牌出现的 Offer 的讯号。好，画面中的这个毛毛怪它向小女孩伸出手。这张牌它具备喉轮的一个能量我觉得它很像是宇宙即将向大家发出的一个具体的邀请。这个邀请，这个好消息会发生在未来的3到4周内。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工作职缺，一个想不到的这种金钱的来源，或是一个合作案，或是某一个贵人他带着资源来找你。这张牌的意义在于交换跟表达，也就是说它有一种投桃报李的能量代表说大家你们会收到这个 offer， 是因为你过去曾经无心插柳种下的某一个善因，现在它会以一个实质的 offer 回报到大家的身边，回馈到大家身上。那这张牌我觉得在转运的过程，它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如果说你最近正为着某一个决定反复的思量，反复的思考要怎么做比较好的话，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再苦苦的去追求，因为这个适合你的对的决定，或是最适合你的这个方法，它会主动的朝你走过来，主动的告诉你，提示你，它对应到你的喉轮，提醒你说你在接收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创伤感、自卑感，不敢接受这一份宇宙给你的厚礼。那同时这张牌也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这个接收并不是低人一等的，它是一个对等的讯息。也就是说，宇宙认为你其实值得有更好的一个对待，所以它派出了它的信使。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的信使是哪一种人。第一个，他可能背景雄厚，可能是某一个背景雄厚的前辈，握有关键资源技术的一个前辈，或者是那种名声良好、历史悠久的某一些机构，或是这个机构是资金雄厚，或是说它的体制是不错的，或者是有一些看起来体型巨大的某一种人士，就是他的这个体型是比较壮硕的，或者是这个机构的组织它是有分支的，可能在海内外有分支，或是它的这个体系结构是比较扎实的。那这种机构或是这种专业的人士，他们的一些提议或是跟你的交流，可能就是造成好运的这个巨大的一个火花。宇宙真的丢了这个机会，或者说真的把这个机会递到你的面前。而且大家看一下牌面中这个图像它是一个很温和而且很明确的给予的动作，但是他并没有强迫这个女孩一定要接受，一定要选择，而是他提出这个 offer， 然后问你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很不错所以它是一个神的邀请，它是一个好像门槛的时刻，你已经看到门开了，可是要不要跨越这个门槛是属于大家的这个选择那在看到这个 offer 来临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说，好像哪里怪怪的，这会不会是骗人的？但是好像又跟我自己想要的是符合的。好，但是真正的转换到微的世界中，大家会知道这个 offer 其实是命运给你的一个对齐的礼物，它是一个造成你人生的关键的转折点。好，这个 offer 它不是施舍，也不是来拯救大家，它更像是一个平等的对等的邀请。
也就是说，你们要不要去收这个机会，其实取决于你自己。这个机会绝对会来，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允许你自己被善意的对待呢？取决于你自己要不要去选择接受。有人帮你，有人邀请你，有人给你选项的时候，有人给你丰厚的回报的时候，不要立刻拒绝，也不要急着贬低自己，请大家勇敢的去接受这个 offer， 这个就是大家接住好运的第一步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牌。Road trip 旅程哦，好，旅程啊，这张牌它是一个很开心、很有动态感的牌哦。也就是说，大家哦，你们的好运并不是在原地等来的，你们的好运它会需要走在路上，需要上路。也就是说，你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移动，可能是行程的变动，或是工作方式的改变，或是你生活圈的一个拉大。或是有些人是作息、心态、关系的变动跟迁移，重点不在于这个变动、移动有多大多远，而是在于大家不再反复的卡在同一个位置，反复的内耗。也就是说，在时间线上，这是一张从四维走向五维的牌哦。在五维的世界中，它是顺流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顺着流动去走，不见得要死守原本的这个计划，请你允许事情可以有边走边修正的机会，因为好消息啊，往往就是在这个动起来的瞬间，动起来的过程去展开、去实现、去落地的。好，这个旅程呢，代表着物理的跟你意识的一个迁移。未来的45天内，大家的生活环境或是你的心境，你会经历一次这种层次的跳跃。有的朋友，其实你们走在的这条路是一个非传统的成功的路径上，你们的转运契机可能隐藏在某一次的旅行，或是搬家，或是出差，或是意识层级的这个跳动当中。而且我觉得整个转运的过程，它是充满趣味，然后有一点点好玩冒险的气息在里面的。然后这张牌也代表大家眉心轮的开启，眉心轮一旦开启之后，你会具备了预见未来的能力，所以大家会慢慢开始发现，你不再纠结于当下的一个得与失，而是看见了更大、更美、更远的一个风景。很多的朋友，你会开始看见、发现一条全新的赛道，这条路可能过去没有什么人走过，但是它非常的适合你，所以这张牌有满满的一个移动，还有跳跃的一个祝福在里面。你们的能量场啊，很像是源源不绝的活水，它正要奔向大海的这种感觉哦，开心的、愉悦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洋甘菊的能量哦。好，哇，这张牌啊，49号牌洋甘菊，它散发着我觉得强大的一个心轮的修复的能量哦。洋甘菊在草药的这个文化系统中，它代表的是安抚跟纯净，也就是说，它很像是大家转运过程中的一个休息期跟排毒期。这张牌很温柔，但是非常的关键。它是一张有关于消除业力的牌，在未来的2个月内，好，大家听清楚哦。你过去累积的压力、愤怒跟委屈，就会像是这个杯子啊冒出来的热气一样，慢慢的消散。你的身体的健康或是失眠的问题啊，会得到很显著的一个改善哦。当你的心轮被洋甘菊的能量充满之后，我觉得大家的磁场会变得很柔和。这个磁场变得很柔和之后，会让大家吸引到更高品质的人际关系。而且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转运啊，不单单只是大家赚得盆满钵满，更代表着大家心灵上的自由。也就是说，物质的盛宴它会来到，但是更重要的是，宇宙想要帮大家洗涤你们灵魂的一些灰尘。有些朋友，如果你本来就喜欢喝茶，或是你最近开始喜欢喝茶，喜欢亲近花草植物啊、大自然啊、山啊，好，这些啊
都是洋甘菊的能量在运作。也就是说，洋甘菊会帮助你把所有的苦涩都化为甘甜，它是一个安抚、修复的能量。它会让你的身体相信现在是安全的，你不再需要去紧紧抓住，或是想要去控制一切，或是你不需要保持到一个随时战斗的状态。宇宙也提醒大家，洋甘菊的能量出现，你们要好好的睡觉，减少无效的社交，或者说少看一些会让你感到焦虑的内容。当你的身体放松了，好运自然而然就会来到。好，再来看一下哦。好，你的下一张牌是赤羊哦，赤羊木。好，这张牌的画面呢，是一只黑色的乌鸦，它正在衔着一个光球哦，穿梭在树枝之间。好，在凯尔特的文化中啊，赤羊木代表的是保护跟战斗力。那乌鸦它是传递神谕的使者，所以这张牌哦不得了，它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惊人的转折。在未来的60天内，你会获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会获得一股破坏式的创造力。如果有些朋友你觉得你目前正在处于某一个被动的局面的话，这张牌直接的告诉大家，你们会衔着火焰冲出这个重围，你会突困。黑色的乌鸦可能代表着大家曾经被否定的阴影面，但是这个现在会成为大家转运的动力。具体会有什么好消息呢？比如说啊，一只你觉得很看不顺眼的人，或是一只跟你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竞争的对手，他会退场，或者是某一股打压大家的势力会土崩瓦解。这是一张有关于力量回归的牌哦，我看见大家正在重塑你的自信跟权威。好，你们呢正在经历一个内在的转换期。这个转换时期啊，可能会有一些黑暗，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只要继续往前走，你终究会过去的，而且会迎来刚刚所说的破坏性的突围跟创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这张牌是金鱼的尾巴哦。金鱼的尾巴是好运跟保护的象征，同时啊，它也对应到我们的脐轮，也就是我们情感跟潜意识的深处哦。金鱼它是海洋的守护者，它的尾巴拍打着海面，代表情绪的宣泄，还有深沉的丰盛。这张牌啊，它带来的是祖先的祝福，在未来的2到3个月内，大家会感受到一股被守护的力量。具体的好消息啊，可能跟来自祖先的、来自家族的某一个长辈，或是来自欣赏你的某一个上司的一个提拔有关系，或者说长辈之前做的某一个决定是有一个长久的对你而言的一个保护的效果。那金鱼啊，它潜入海底之后，深海之后再次出现，露出它的尾巴，代表说大家哦，你们之前潜伏的那段时期啊，正式的结束了，现在是大家的出头的天，出头的时刻。就是说，这是有关一个大船要入港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哦。大家之前所有的一些情绪劳动啊、身体劳动啊，这种很付出的心力啊、心血啊，都要转换成实质的一个奖励跟回馈哦。你们的脐轮的能量正在被深海的平静所填满，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接下来你在迎接你的大好运的时候啊，你会拥有像海洋一般宽广的一个气度。而且大家要知道，这张牌啊，金鱼尾巴一出现，其实它很明显的在说，你们身边有一股比你更大的力量正在拖住你，就像刚刚说的，
长辈、祖灵，你的灵魂家族正在帮助你。这是一张5维时间线的牌哦，所以你们不用再一个人努力了，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军团在帮助大家。好，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在你耳边低语的一个海螺。好，这张牌啊是来自于内在的消息。这张牌直接重新连接了大家的喉轮跟心轮哦。我看见大家就像画面中的女子一样，其实你们已经到这张牌的阶段，你们真的已经开始学会去聆听从灵魂而来的引导。也就是说，在未来3到4个月内，你们会收到一个提示的讯息。这是一个我觉得关于名声跟传播的好运。有些朋友啊，在3到4个月之后，你们可能会在你的那个业界的圈子，或是网络，或是媒体，你的好名声会被传播出去，或是你的声音、你说的话、你写的东西被世界听见。海螺的结构，它是一个这种一圈一圈的形式，代表说你的一句话或是你的某一个行动，接下来都会产生巨大的涟漪效应，还有它有一种召唤跟号令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大家我看到你们不再是随波逐流的人，而是你是引领潮流的人。你的转运已经从转变个人的好运气、财务的丰盛，转变成你本身会去影响其他人的大运。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的你你们说话是有分量的，你的意见会被重视，而且这个会直接转换成大家的社会地位、声誉跟商业的一个价值。我看见你们会去倾听自己的声音，而且你会发现你不需要从外面去找答案、找方向跟找确认，因为其实最重要的答案你内心早就已经知道了。好，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是有关于静心的一张牌哦。这张牌强烈的呼应了大家的海底轮的能量哦。我看见大家回到了某一种深刻的宁静。这张牌象征着大家转运之后的一个长期的稳定哦。在半年之内大家绝对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堡垒。这个堡垒不单单只是指房子或是家庭，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内在的主权回归。有些朋友你可能有一种想要去建立起自己，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会喜欢选择一种比如说比较宁静，或是自己开辟自己小天地的一个方式。即使外在的世界再怎么喧嚣，再怎么吵闹，我觉得大家都能够保有一种坐看云起时的这种淡定。而且更棒的是，大家的人际关系跟家庭生活会进入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和谐的时期哦。如果大家有养宠物或是喜欢植物的话，那他们都会成为你能量的守护者。这张牌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你们的大转运它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火花而已，它是一个温暖的长流。也就是说，大家最终得到的是掌控自己时间跟空间的权利，就像这张牌一样，我们会在自己喜欢的舒适的空间下，安静的享受宁静的时刻。你的心中就像太平盛世一样，你的内在是安静的、安定的，你的心是稳的，你的生活是有秩序的。我看见大家已经踏上了另外一条人生的轨道，走到了另外一种不受外界起伏的一个状态。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甜点塔，非常可爱的一个结尾哦。甜点塔的能量，这也是一个盛宴的能量哦。也就是说，大家这个并不单单只是一个虚幻的灵性的成长，它绝对有
非常实打实的、很坚实的这个物质的享受。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担心哦，它并不是一个我只要修行啊、灵性啊，它绝对是有外在的这个丰富的感官的体验的存在，物质享受的一个丰盛跟达成哦。在未来的120天左右我觉得大家的生活品质会发生一个质的飞跃，就像这个牌面上精致的蛋糕啊、水果啊，还有各种的塔，代表说大家的收入来源会有这种多层架、多元化的一个结构。如果大家是创作者或是创业者，代表说其实你创作出来的产品概念会大获成功。那如果大家是上班族的话，这张牌代表的是分红跟升迁，而且它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报喜的能量，它提醒你说，其实你已经可以为自己去准备一场美丽的盛宴，你的运势已经强大到你可以主动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种财富自由感的具体的显现。大家真的不需要再为了生存而忧虑，你开始可以选择我想要做什么，我喜欢什么，你开始可以为了美好跟喜悦而活。也就是说，这张牌告诉大家，过去所有的泪水都会凝结成美丽的果实，你们的人生出现了容许了很多的这种享受、庆祝跟滋养的能量，不再只是责任跟任务。这张牌也是心轮完全打开的象征，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最后，好运，你的好运会在大家愿意去享受跟放松的那一刻开始加速的蓬勃。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的牌卡咯，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课程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加入一起学习了。如果你也想运用牌卡来掌握自己的人生，或是了解未来的一些抉择的话，都欢迎加入这门很丰富的内容的课程。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